燃气灶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烧菜工具，相信大家对它的使用上并不陌生。但是对于选购方面的知识，还存在很多不了解的地方。而对于热负荷、热效率以及经火调节这些专业名词，更是一知半解。尤其现在市面上的燃气灶价格方面差异很大，有的卖几百元，有的卖几千元，这更让消费者困扰。很多人不清楚500元的燃气灶和2、3千元的燃气灶什么区别，到底有没有必要买贵的？我平时也比较喜欢下厨，这些年家里的燃气灶也换过2、3个，几百元和几千的都用过。本期结合自己的使用体验以及燃气灶选购方面的经验，和大家聊聊价格不同的燃气灶有什么区别。一、火力值不同。燃气灶作为直火加热的厨房用具，主要功能就是日常烹饪烧菜，因此最重要的选购参数就是看火力值，专业名词叫做热负荷。目前的燃气灶火力通常在 4.2 千瓦至 5.2 千瓦之间，价格便宜的燃气灶火力值可能会偏小一些，而贵的燃气灶一般都是 5.0 千瓦以上的大火力。要说火力大小不同，在使用时最明显的区别就是锅中的油热得快和慢，水烧开所需时间长短的不同。在我看来，火力值也没必要追求越大越好，一般来说只要达到 4.5 千瓦以上，基本就能满足日常所有烹饪场景了。除非你家是平时喜欢爆炒的家庭，那么建议直接选择 5.2 千瓦以上的。当然，燃气灶的火力也是可以调节的，越高端的燃气灶可调节范围越大。二、热效率不同。除了看火力值以外，还要看燃气灶热效率的参数。热效率是保障天然气燃烧是否充分，所以真实火力大小还要配合热效率来看。热效率越高，说明燃气被利用的越多。目前市面上一般销售最多的燃气灶，热效率通常在 60% 至 68% 左右，500多的燃气灶热效率基本在 63%， 而2、3千的燃气灶热效能可以达到 65%， 甚至更高。理论上来讲，同样是1级能效，后者在使用中更节能省气。当然，也不排除高端燃气灶因为有自己的燃烧技术，好的燃烧技术也会让燃烧效能发挥得更高。不过在我看来，热效率的高低在日常使用中并不会让你感觉有很明显的差别，所以购买时选择1级能效，热效率只要不低于 63% 这个数值，使用时就不会有太大影响。三、调火精度不同。上面也说过，燃气灶的火力是可以调节的，就使用体验上来说，高端的燃气灶在火力调节方面更加精准。比如说，我用过比较便宜的燃气灶，当我在煲汤的时候需要把火力调小，这时候如果调到很小的火，它很容易熄灭，而贵的燃气灶能维持小火持续燃烧，这也说明了高端燃气灶在经火调节的技术上更成熟。另外，价格高低不同的燃气灶在火力调节按钮上的设计也有所区别。比方说，便宜的燃气灶火力的调节就是一直旋转的那种，而高端的燃气灶一般则会有档位的旋转设计，这样也能让使用者更精准的调节火力。四、面板材质不同。燃气灶好不好用，看热负荷和热效率这2个参数就够了。但是很多人挑选燃气灶对产品外观也比较挑剔，比方说燃气灶的外观颜值，这点就要看面板材质了。市面上的燃气灶面板材质无非是不锈钢钢和钢化玻璃2种。不锈钢面板颜值只能说中规中矩，优点是使用寿命长，而钢化玻璃材质显然颜值更高，也更符合大众的审美。所以现在不论是几百元的燃气灶还是2、3千元的燃气灶，基本都是钢化玻璃材质。差别在于，高端燃气灶通常会采用好几层防爆钢化玻璃，在耐高温和安全性方面性能更好，但是这点其实在实际使用中影响并不大。五、炉头和火盖不同。燃气灶最关键的2个部件就是炉头和火盖，它们在价格方面就体现的比较明显了。市面上的炉头材质大致分为3种：铸铁的、铝合金的、铜的。比如说，高端的燃气灶一般都是铜的，铜材质耐高温性更强，而且不易变形，所以价格也比较高。像中低端的燃气灶用的是铝合金或铸铁的，虽然铸铁的也耐高温，但是缺点是不耐腐蚀，用久了容易生锈。不锈钢虽说耐腐，也易打理，但在耐高温性方面还是要略差一些。火盖一般基本上都是纯铜或铜合金的，显然纯铜的质量和效果最高，当然价格也偏贵，所以一般都是高端燃气灶在用。说在最后，总体来说，市面上500元的燃气灶和2、3千元的燃气灶相比，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区别。比如说火力更大，热效率更高，在面板材质以及炉头和火盖材质上也做了相应的升级。
让产品更高效耐用。但在我看来，燃气灶不过就是个生火炒菜的工具。其实几百块的燃气灶，只要性能参数达标，也可以满足日常烹饪需求，真没必要投入太多。高端燃气灶之所以贵，除了上述提到的几点以外，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品牌溢价。另外，目前不论价格高低的燃气灶，在安全保护方面都不用担心，即使是200-300元的燃气灶，同样都是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的。当然，燃气灶建议还是要选择品牌的，除了技术相对成熟以外，售后方面也有保障。随着装修行业的发展，很多装修方式已经升级，不但让我们的装修档次更高，效果更好，同时还能提高入住后的生活品质。但是很多人第一次装修缺乏经验，还在用已经过时了的传统装修方式，结果入住后才发现实用性很差，导致日子过得很糟心。本期小东聊家装就为大家分享10种已经过时了或者即将面临淘汰的装修方式，希望帮助正在装修的你能及时避开。1、瓷砖拨导线。过去流行欧式、美式装修，以前咱们铺瓷砖或者大理石都要做拨导线的造型，为了突出地面的装饰效果。现在流行简约现代装修，更讲究轻装修、重装饰，所以建议不要这么做了，既不好看也费钱，而且还把空间分割得很小气。改进建议：客厅瓷砖通铺，不仅能节约成本，而且配合现代装修显得很大气，房间会让你看起来更敞亮。现在流行750×1500的大尺寸瓷砖，因为缝隙少，所以会更显通透大气。其次，采光不好的房子要避开深灰色瓷砖，做无柱灯不要选亮面瓷砖。2、窗帘罗马杆。传统的罗马杆已经过时，不要再装了。虽说有一定的装饰效果，但实用性不强。首先就漏光严重，而且只能做直轨，承重能力还不如轨道。其次，上面容易积灰尘，需要你经常登高去费力擦它。改进建议：现在装修具备空间条件的建议一定做窗帘盒，用滑道，不仅美观，而且遮光好。另外，如果做电动窗帘，记得做交叉轨道，避免窗帘拉不严透光。其次，窗帘盒深度要留够，还要记得提前预留电源插座。3、墙纸。硅藻泥墙纸装饰效果一般，致命缺陷是寿命短，用不了几年就会出现开胶、起皮、脱层、褪色等问题，特别是南方地区还有受潮发霉的风险。硅藻泥号称最环保，几年前很火，被商家吹嘘可以吸附和分解甲醛，但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就是智商税，吸附能力有限，而且吸饱后还会重新释放甲醛。缺点是价格高，吸潮落灰，不易打理。改进建议：墙面装修，追求性价比就选乳胶漆，经济实惠，耐擦洗且环保，颜色多样。想要效果就咬咬牙选壁布，装饰效果好，且不会开边起皮，还能遮挡墙体裂缝。台上盆水槽。前些年橱柜水槽家家都是台上盆，天然的缺陷是把污水挡在了台面上，打理起来非常不方便，而且水槽的4周接缝处打的玻璃胶，长时间受潮就会变色发霉，不仅影响美观，还会滋生细菌。改进建议：现在水槽安装工艺已经升级，大家有更多更好的选择，比如台下盆或台中盆，安装效果和方便打理台上卫生情况都要比传统的台上盆好太多。另外，台中盆安装工艺更复杂，而且对台面承重性要求更高，提醒你一定要谨慎做。5、带凹槽的地轨推拉门。过去装修，很多家庭都装了带凹槽的地轨推拉门，主要是因为成本低，不容易坏，也方便维修。但是用过的人都发现，这种带凹槽的推拉门缺陷很多，地轨凸出来地面，出入时不小心很容易被绊倒，而且时间一长，凹槽里各种毛发污渍非常难打理，根本就是藏污纳垢的小能手。改进建议：现在流行吊轨推拉门，不仅自身颜值高，而且还能达到客厅瓷砖的通铺效果，让家里整体装饰性更高，美观度更好。主要是地面无凹槽轨道，清洁卫生更方便，真正做到去家务化。6、浴室柜直排下水。传统的直排下水管外露，难看不说，而且卫生死角，很难清理，拖布也进不去，只能趴在地上用手擦。如果装修工人告诉你直排好不容易堵，也方便维修，不要信，他们就是为了施工方便，图省事。改进建议：现在流行墙排下水，装一个悬空的浴室柜，颜值高不说，卫生也好打理，拖地无死角，擦灰无烦恼。改墙排下水，建议用90度出墙的专用下水器，下水更顺畅，不担心堵塞。传统的推拉门衣柜，很多人也还在装，唯一的优点是节省空间，但缺点众多，一次只能开1扇门，不同区域拿衣物不方便。
其次，移门的滑道占空间，造成衣服和袖口经常被门夹住，关门不顺畅。另外，轨道容易积灰，时间长了，轨道可能会坏或者门变形。改进建议：现在流行平开门，不但衣柜颜值性更高，而且实用性也更好。打开门，衣柜内部一目了然，拿取存放衣物都方便，而且缝隙小，灰尘少，清洁打理也更轻松了。有人会担心过道窄，怕床头柜遮挡最里边的衣柜门打不开。目前卧室衣柜都属于定制品，可通过设计柜门分体或一体床头柜轻松解决。8. 水晶吊灯。水晶吊灯已经过时了。过去装修，大家都觉得客厅不装水晶吊灯不够气派，只有造型复杂且价格昂贵的大吊灯才能压得住气场。但时间一长就发现，一年开不了几次，坏了还不好维修，而且还会出现审美疲劳。最大的问题的落的灰尘都没办法擦。改进建议：现在流行做简约的线条灯，简洁大气，更不容易过时。最关键的是价格还便宜。当然，如果想要装出更高级的效果，可以做成无主灯的设计，但是会影响层高，房间低于 2.7 米的要慎重。9. 带灯槽的夹层吊顶。过去无吊顶不装修的理念似乎还在影响着现在人的装修，但传统的带灯槽的夹层吊顶不要再做了，不仅浪费钱，影响层高，而且时间一长就会积灰，落小飞虫，特别难打理。尤其是再配上5颜6色的虚光灯带，应该是上个世纪的装修产物了吧。改进建议：现在流行走一圈简约的双眼皮石膏线，不仅能满足客厅的装饰效果，而且还不影响层高，关键是还省钱。其次，如果有中央空调或新风系统需要隐藏管线，建议做边顶，其实位置用2层石膏板做成双眼皮，既省钱还保证几十年不过时。10. 家具造型门。家具造型门已经过时了，尤其是过去的吸塑柜门，也叫磨压门，常用于橱柜、衣柜的柜门。这个东西基本上没用几年就翘脚起皮了，后期根本修复不了，用在厨房里更糟心。凹凸不平的表面沾上油渍和污渍，非常难擦。过去还流行白颜色吸塑柜门，过几年发黄变色，非常难看。改进建议：现在流行平板门，日常也方便清洁打理。其次，做一门到顶，配上通常把手，或者还可以做成免拉手，极简大气，而且有孩子和老人也不怕磕碰。想经济实惠的建议选双饰面的，想档次更高建议选 PET 材质。另外提醒大家，如果用反弹器就要选质量好的，而且要多备几个，用几年坏了也方便更换。结束语：现在家庭装修尽量以简约实用为主，越是复杂的设计越容易过时。装修想要不过时，一定是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做减法，越简单越好。轻装修、重装饰不只是喊喊口号，装修不是抄作业，看到流行的东西就照搬照装，根本不考虑实用性。本期就给大家整理了6个网上很流行而现实很鸡肋的装修设计。1. 客厅阳台打通阳台，增加客厅面积，更显宽敞明亮。客厅瓷砖通铺过去，空间更有延伸感，还省了做推拉门的钱。本身是没有错，可现实中很多户型的阳台都不大，晾衣架就挂在阳台的正中间，洗完的内衣裤挂上去非常的扎眼，还影响采光。平时家里来个客人看到，更是避免不了尴尬。小东建议，想要打通阳台，必须具备以下3种情况的其中一种。第一，户型必须是超长阳台，这样可以把晾晒区放在客厅看不到的区域里。第二，就是装一个烘干机，确保洗完衣物不用晾晒。第三，就是在阳台两侧垛子后边装个小的挂衣杆，这样也可以隐藏晾晒区。2. 无主灯设计。不得不说，无主灯设计确实颜值高，家装更显高级，网上也是非常的流行，但是很多人根本就不考虑层高问题。拉完平顶贴完砖之后，整体层高不足2.5米，坐在沙发上都显压抑，就为了追求好看而降低生活质量，值得吗？其次，顶面装满了筒灯，打开灯一副满天星的效果，一点灯光的层次感没有。小东建议，想做好无主灯设计，首要考虑的就是层高，必须满足吊顶贴砖后要不低于2.6米的层高，这样空间才不会显得压抑。其次，做无主灯灯光是关键，千万别网上盲目找个效果图就落地。想做出效果，灯光的重点照明、氛围灯、基础照明缺一不可。如果你不懂，建议你找个专业的灯光设计师帮你做落地。3. 卫生间壁龛。近几年装修，壁龛几乎已经成了卫生间的标配，原本就不大的空间，砖砌的壁龛又占了一部分空间，搞得平时淋浴转个身都难，浪费钱不说，还很鸡肋。
更有甚者，踏占空间也不考虑墙壁的厚度够不够，后期是否有承重安全隐患，直接选择在墙上挖洞做壁龛，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。小东建议，卫生间做壁龛一定要看适不适合，不是必须要做的。如果是明位，我们可以把洗漱用品放在窗台上；如果是暗位，可以在墙角装一个三角形置物架，用来放洗漱用品，平时拿取更顺手，打理卫生也方便，而且不占空间，也更省钱。4. 岩板一体盆，近2年岩板火遍全网，家装应用广泛，背景墙、楼梯、台面、餐桌、茶几，到处都有它的身影，拥有超高的颜值和耐用性，深受业主们的青睐。但都知道岩板材料硬度高，所以不是所有产品都适合。比如说卫浴一体台盆，因为硬度高，没办法打磨弧度或圆弧，导致做出一体盆底部只能是倒角打胶连接，而且底部是平的，造成平时用水不能自然流入下水，周边拼接处长时间水泡，玻璃胶发黑发霉，滋生细菌，形成卫生死角。小东建议，居家过日子还是要以实用性为主，颜值大于实用性的产品很容易过时。卫生间台盆首选还是更好打理的陶瓷一体盆。如果实在喜欢岩板的质感和纹理，可以选择台面做岩板，单独买个陶瓷盆，这样颜值和实用性都不缺失。5. 卫生间干湿分区半墙设计，现在很多人喜欢把卫生间做成干湿分区形式。干区洗手盆采用半高隔断墙设计，看着很敞亮，拍照片也确实很美，可隐私性全没了，实用性也很鸡肋。卫生间本来就是家里很隐私的地方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在哪里。其次，平时用的牙膏、牙刷、洗面奶、化妆品往哪放呢？尤其是毛巾架放在哪？是不是想让人站在客厅就知道你家有几条毛巾？就说乱不乱吧，起码的隐私得有吧。小东建议，卫生间作为公共空间，设计上还是要有一定的隐私性，建议干湿分区尽量不要做开放式。现在流行极窄边框的金属玻璃门，搭配长虹玻璃，不输颜值，也能更好的做到隐私性。如果实在喜欢干区做开放式，半墙上面也建议做通顶的壁龛或开放格形式，来收纳平时的洗漱用品，这样岂不是更实用？6. 黑白灰风格，黑白灰风格的配色确实很高级，但你网上所看到的案例没发现都是大户型吗？而且采光非常好，黑色和灰色都是局部点缀，整个设计感非常的完美和谐。而现实中大部分人却把灰色作为主色，地面是灰色，墙面是灰色，连沙发茶几都是灰色，赶上天气或者采光不好，整个屋里就是一片死灰，非常压抑。要么干脆大面积使用白色，白色家具、白色木门、大白墙，妥妥的4白落地，没一点层次，毫无美感。小东建议，家庭装修不是住了3天2天，而是10年8年，甚至更久，还是需要一个明亮温馨的环境，更适合居家过日子。所以黑白灰风格只适合欣赏，而中性色或原木风是最适合大众家庭的温馨而又不失气质。说在最后，网上很多高大上的设计都是徒有其表，千万不要为了追求高颜值的拍照效果，盲目的跟风装，等到入住后才发现很多设计都不实用，生活一塌糊涂才知道后悔。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前置过滤器也能在装修界引起轩然大波，真的是说啥的都有。前段时间接到一个老同学的电话，和我聊起前置过滤器的事儿。他家刚换了新房，正在装修，目前正处于改水电阶段。本来打算给家里装一个前置，因为原先住的老房子的水质就比较差，但在看到网上有一些装修博主说这东西纯粹就是智商税，也达不到饮用水的标准，还会造成2次污染，搞得他现在没主意了，想问问我的意见，前置过滤器是不是智商税，有必要安装吗？其实我家就有一台，现在也已经用了2、3年了，正好借助这个话题，也和大家聊聊这事儿，说下我的观点和感受。下面我汇总了老同学最关心的几个问题，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和大家好好梳理一下，这样也能更方便大家观看和理解。如果你和他有一样的顾虑，不妨耐心看完，相信可以解决你心中的困惑。首先咱们要了解什么是前置过滤器。前置过滤器它是净水设备的一种，之所以叫前置，主要因为它是装在用水最前端的一个设备，是咱们家庭全屋用水的第一道保护屏障。它是通过不锈钢滤网来过滤自来水当中大颗粒的泥沙、铁锈、虫卵等这样的杂质。它的作用是可以提升用水的水质，保障饮水和用水安全。但是大家要清楚一点，前置过滤器它只是一个粗过滤器，
也就是说，它起到的是基础过滤的作用。对于颗粒很小的杂质，前置过滤器它是拦截不了的。2. 安装前置过滤器到底有用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非常有用。经过基础过滤的水源进入到自家后，不但能提升厨房的用水卫生，还对咱们家里的用水设备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。像平时在家里做饭、洗米、洗菜，如果水质不好的话，长时间使用必然会给咱们的健康带来危害。其次，像咱们家常用的水龙头，基本都是陶瓷阀芯的。陶瓷阀芯中间一旦进入泥沙颗粒，那这个水龙头的阀芯基本也就报废了。还有，家里如果安装了大几千的净水器，如果装了这个前置的话，可以过滤掉这个大颗粒的杂质，就相当于保护了这个净水设备，后期更换滤芯的时间和成本也会随之降低。因此，我认为这个前置过滤器还是有必要装的，特别是家里装地暖、热水器、壁挂炉的家庭，它可以减少因泥沙沉积而产生的维修费用，大大延长这类设备的使用寿命。3. 前置过滤器的安装位置和什么时间安装？前置过滤器建议安装在家里的水表或者是入户总闸的前面，这样就保证了进入室内的自来水都是被过滤了的。不建议只是安装在厨房下面或者是洗手盆下面，这就起不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了。前置过滤器一般在水电进场打压测试后就可安装，记得提前购买并告知装修的水电师傅预留安装的位置。4. 有些人说前置过滤达不到饮用水标准，所以是智商税。首先，前置过滤器它不能代替净水器，它的功能只是基础过滤，本来也是达不到饮用标准的。想要达到饮用标准，还需要安装 RO 反渗透净水器或者是直饮净水器才可以直接饮用。咱要知道，安装前置过滤器和安装净水器本身不矛盾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就像东北的冬天很冷，我们都要穿毛裤甚至棉裤才行，你偏要说秋裤的保暖性达不到毛裤的水平，所以穿秋裤就是交智商税吗？借这个比喻是想说明前置和净水器虽然都是过滤装置，但是它俩起的作用和达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。像前置价格比较便宜，我家目前用的这个才400-500块钱，市面上1000多块钱就算贵得了，而且它不用更换滤芯，你定期反冲洗就行了。如果太脏了，你拿刷子刷一刷就干净了，前期的投入和使用的成本都很低。5. 关于如何选购和使用中有哪些注意事项？ 1. 前置过滤器不锈钢滤芯有304和316两种，要选316的。316是医用级不锈钢，更耐腐蚀，更安全，不会造成水的2次污染。其次，优先选终身免换滤芯的。2. 过滤精度建议选40微米即可，高于40微米可能会出现漏网之鱼，低于40微米又会造成滤芯堵塞。40微米既能起到有效的过滤，又不影响水流量。3. 水流量也就是水通量，小户型建议选3T 就够了，没必要盲目追求大流量。如果是120平以上的大户型，选择4到5吨每小时的比较合适，这样才能保障多点路同时用水的水量稳定。4. 滤网的冲洗模式建议选择反冲洗加双面刮洗功能的双面冲刷、双面刮洗，可以更彻底的冲洗滤网，这样冲洗模式才会更彻底。5. 过滤器主体选无铅铜的或者是隔铅铜，用着更安全。6. 安装了前置过滤器一定要定期清理，这个要切记，前置过滤器滤芯不用更换，但是它必须要定期的反冲洗，否则会造成水质的2次污染。7. 如果你家的水压比较大，建议优先选择带防爆功能的，或者可以适当调节这个进水阀，防止水压过大造成这个杯体的爆裂。说在最后，前置过滤器可以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家里的水龙头、花洒、洗衣机、洗碗机、热水器、净水器等这类涉水设备，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。其次，提升用水水质，让你喝到没有泥沙、铁锈、毛发还有寄生虫的水，你说有没有用？而且价格也不贵，几百块钱就能买个不错的品牌货，后期还没有耗材，可以给我一个不装的理由吗？客厅作为家庭的活动中心，相信很多业主装修时也会格外重视，尤其是对于电视背景墙的设计，也是彰显主人个性化和亮点的主要区域。不得不说，一面出色的背景墙不仅能体现时尚的设计感，还能提升整个客厅区域的装修档次。因此，很多人也愿意在背景墙上下功夫，一般在装修预算上也会很舍得花钱。但是，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这些年曾经红极一时的岩板电视墙越来越不受人待见了。
甚至年轻群体中还出现了放弃打造电视墙的做法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为什么红极一时的岩板电视墙会跌下神坛，不再流行了？本期小东就来说一说岩板电视墙的优缺点，避免大家在装修时盲目跟风，白白花了冤枉钱。为什么岩板电视墙曾经很红？一、流行跟风。在我看来，其实岩板电视墙之所以流行，是有很大一部分跟风原因导致的。现实中，很多人装修其实没什么主见，愿意去照搬照抄别人家的装修设计。尤其是看到很多家居博主在网上晒的美图，心动不已，于是就盲目的跟风效仿，做的人多了，自然就开始流行了，甚至出现了就10家装修，就有7、8家用岩板加木饰面做电视墙。二、美观好看。很多人之所以愿意花重金去打造电视墙，主要也是想通过它来彰显主人的品味和格调。那么岩板电视墙的最大特点就是颜值高，因其规格大，装饰在墙面上极具表现力和延伸感，加上逼真的大理石纹理，看上去非常有质感和上档次，所以很符合大家对于电视墙美观好看装饰效果的心理需求。三、环保耐用。首先，岩板材料环保性高，属于天然原料加工，具有零甲醛的特性。其次，还有很强的抗污性，比如防渗透，不易沾上灰尘，而且有很强的耐热性能，基本不会受到电视散热的影响。另外就是硬度高，不会产生划痕，非常坚固耐用。总体来说，相比于石材或瓷砖，整体的质量会更加稳定。为什么岩板电视墙突然不红了？一、花费成本高。岩板作为一种新型的装饰材料，因为生产工艺要求比较高，因此市场售价自然不便宜。岩板加上木饰面装饰一整面墙，少则也大花个大几千，多则甚至高达1、2万元。说实话，这么高的造价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真心不便宜。但实际上，花大价打造的岩板电视墙也仅仅起到一个装饰美观作用，如果不做的话，也并不会影响生活质量。所以很多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不如把省下来的钱换一套家具来得更实际。二、不好清洁。岩板加木格栅的背景墙虽然好看，但是有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不好搞卫生。这主要是因为木质格栅板的表面都是那种带凹槽的设计，非常容易积灰，这种沟沟壑壑的造型，平时的清洁难度可想而知。尤其是现在比较流行顶天立地的格栅背景墙设计，非常难打扫，从上到下里里外外想100%的搞干净几乎是不可能的，特别是很多不愿意做家务的人来说，更是没办法接受的一个原因，所以自然而然就放弃了做这种电视墙的想法。三、更换难度大。再好看装修设计也有过时的时候，别看现在这种岩板的电视墙很火很流行，但免不了也有过时那一天。又或者你现在觉得挺好看，但是过个3年5载的就会看腻了，产生视觉疲劳或审美疲劳也是难免的。如果想换个背景墙造型，换个风格的话，拆改的更换难度也比较大，因为本身这种岩板加格栅的电视墙在安装的过程中就比较繁琐，又是需要做墙面木衬，又是要金属件固定，意味着后期可拆改的局限性非常小。所以想换电视墙造型的话，不仅会浪费时间精力，而且还会增加很多成本。四、可替代性强。实际上，电视背景墙说白了就是为了衬托电视的一面装饰墙，即使不选择岩板电视墙，也有很多种设计方案可以代替其功能。比如普通比较常见的3种方式如下。第一种，石膏线电视墙，用传统的石膏线或石膏板材料在墙面做出线条感。这种电视墙的优势在于材料费成本低，施工简单，而且制作周期短，也便于返工。另外就是即使藏灰也方便清洁。第二种，乳胶漆背景墙，简简单单刷个乳胶漆，加一组落地或悬空的电视柜，电视墙就算完成了。这种电视墙虽比不上岩板电视墙大气，但贵在省钱还环保，不仅施工简单，周期短，而且后期想换的话重新刷漆就好了，非常方便。第三种，电视柜的背景墙，利用墙面打一组定制柜和电视完美组合。这种电视墙虽然成本也不低，但和只有装饰功能的岩板电视墙相比，起码多了收纳功能，尤其对于寸土寸金的小户型来说更加实用，既起到了装饰效果，还能收纳储物。五、去客厅化装修。过去的装修方式都是以客厅为家的中心，而电视墙也自然就成为了客厅的门面。如果不做电视墙，就好像少了灵魂。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，当下的装修理念也不一样了，尤其是在年轻人的群体中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去客厅化的设计理念。装修时虽然还保留客厅的基本功能，但是完全舍弃了电视和电视墙的设计。
而是把它改造成书柜或收纳柜。在他们看来，平时连电视都很少看了，再去花钱做电视墙还有何意义？岩板电视墙不可否认有它自身的优势，比如颜值高且上档次，但造价高，功能单一也是不争的事实。从宜居和实用性的角度来看，不如简约石膏线或乳胶漆电视墙性价比更高。而且随着去客厅化的装修趋势，电视墙也失去了它的意义，自然也就不红了。当然，每个人的家庭需求和审美也不同，虽然简约的电视墙兼顾美观和实用性，但是对于高端住宅来说，装修档次和装饰效果还是会略差一些。所以，如何打造电视墙，还是要看自身的需求决定。不管你预算多少，这9种家用电器不建议投入，花钱多还不实用。1. 专用滤芯净水器。对于水质不好的家庭，安装净水器还是很有必要的，但千万别选那种专用滤芯的产品，否则的话，少则半年，多则1年，一次换新成本就500-600，甚至上千元。有这钱，还不如常年喝桶装矿泉水来的划算。2. 中央空调。普通住宅真没必要装中央空调，价格贵，耗电高，维修难，从哪方面看都不如分体式普通空调省力省心。其实中央空调主要是针对商用，比如写字楼、酒店、商场等大型场所，因为面积大，而且对温控要求高，普通空调自然达不到效果。3. 低糖电饭煲。说白了，就是打着健康养生的噱头收割智商税，通过智能科技将淀粉分离出去，从而降低米饭中的含糖量，想想都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别再去当冤大头了，所谓的低糖电饭煲根本对降血糖毫无作用。4. 电动烘干晾衣架。电动晾衣架确实比手摇的更省力，但我劝你买个带升降照明的就挺好，千万别选那种多功能合体的，尤其是又是烘干又是杀菌的，又贵又不实用，烘干效果差不说，还老费电了，都不如直接在阳台上风干来的实际。5. 空气净化器。事实证明，新房装修完开窗通风是去除甲醛最有效的方法。别想着买个高端空气净化器来净化甲醛，它的主要材料就是活性炭，只有少量吸附能力，而且活性周期很短，效果真的微乎其微。6. 家用跑步机。家庭跑步机大概率买回家都会被闲置，很多人买前雄心壮志，实际情况就是搬回家就新鲜那么一阵，之后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看着自己日渐肥硕的身体以及沦为阳台晾衣架的跑步机感叹，辛苦挣的血汗钱又打了水漂。7. 智能冰箱。美其名曰可以做饭的时候搜食谱，听个音乐，同时还能显示时间和天气，实时监控制冷温度。但对于冰箱，最该关注的不是冷冻和保鲜吗？这些所谓的智能功能，你会经常用到吗？而且动辄1-2万的价格，实在没有性价比而言。8. 壁挂洗衣机。壁挂式洗衣机不推荐的理由就是不安全，因为它在工作中会产生强大的震动，会导致有掉落的风险。另外，结构原因，内部容量很小，根本洗不了几件衣服，价格还卖得很贵，性价比实属不高。9. 厨房凉霸。千万别被它的名字给欺骗了，其实就是个换了壳的风扇，根本起不到制冷降温的作用，吹出来的就是自然风，冬天用不上，夏天你不敢用。你要问为啥？因为凉霸一旦开启，等于把屋顶的热气都吹下来了，你会感到更热了。